这是科学史上最诡异的实验之一。科学家想验证到底是谁在替你做决定，结果他们测到，在你意识到要这么做之前，你的大脑可能早就先开始了。而如果连决定都不是实时发生在你这里，那你以为的现在还真的存在吗？在物理学和神经科学面前，所谓现在就是个悖论。比如你现在正盯着屏幕看，是光子正在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飞向你的视网膜，这意味着你此时此刻看到的屏幕并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是它在几纳秒之前的样子。但光线到达你的眼睛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你的视网膜要把光信号转换成生物电信号，这些电信号要在你错综复杂的视神经里狂奔，最后冲进大脑皮层。大脑拿到这些碎片信息后，还要进行解码、渲染、拼接，最后才在你的脑海中投射出高清的画面，赋予它意义。这一整套极为复杂的视觉后期制作大概需要耗费80毫秒。80毫秒听起来很快，对吧？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冰冷的真相。你的意识，也就是那个以为自己正在掌控一切的你，永远比真实的物理世界慢了80毫秒。你以为自己正走在大街上感受微风，其实是大脑为你延迟转播的80毫秒前的人生录像。你的意识就像电影院的后排观众，屏幕上放着什么，你就以为现实是什么。更诡异的是，因为仅仅是延迟转播，至少证明你还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对吧？但接下来的这个实验直接把自由意志这4个字按在地上摩擦。上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做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实验。他找来一群志愿者，在他们头上贴满电极，用来实时监测大脑的脑电波，然后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无比简单的指令：盯着眼前一个转得飞快的时钟，在你想动手指的任何瞬间动一下手指，并且记住你决定要动的那一瞬间，指针停在哪里。里贝特想要搞清楚一个极度核心的问题：是我的意识先下达了命令，然后大脑才去执行，还是别的什么情况？正常人的直觉肯定是我先有了我要动手指的念头，然后神经传导信号，最后手指动了。实验结果的第一部分和直觉完全吻合。志愿者在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之后，大约过了200毫秒，手指确实动了。这很合理，毕竟神经传导需要时间。但当里贝特翻看脑电波数据时，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现象：大脑中负责准备运动的电信号，也就是神经学上的准备电位，居然在手指动之前的500毫秒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你明确意识到我要动手指之前的300毫秒，你的大脑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这套动作的程序。我们把时间线理一下，前500毫秒，你的大脑在暗中启动了动手指令；前200毫秒，你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动手指了；0毫秒，你的手动了。你以为是你自己做出了决定，错，是你的大脑先做出了决定，然后过了300毫秒，他把这个决定通知了你的意识，而你的意识居然还以为刚才那个决定是我做的。这个实验一出来，所有人都炸了。如果连动手指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是大脑先斩后奏，那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到底算什么？你的意识究竟是这场身体大戏的导演，还是一个听话的演员？有人立刻反驳说，动手指只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不能代表真正的决策。如果是面临复杂的选择呢？到了2008年，柏林的一批科学家带着更先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里贝特的实验进行了全面升级。这一次，他们让志愿者做选择题，你可以自主决定按左边的按钮还是按右边的按钮。结果不但没有推翻里贝特，反而给人类补上了致命一刀。科学家发现，不仅大脑的潜意识活动远远早于意识，而且这中间的时间差不再是几百毫秒，在某些实验任务里，甚至能被提前好几秒捕捉到。长达几秒钟的时间里，你的潜意识已经在黑暗中完成了信息计算、权衡利弊，并确定了要按左边还是右边。科学家甚至能根据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模式，提前预测出志愿者接下来会选哪边。比如，当你坐在餐厅里纠结是吃牛肉面还是吃三明治的时候，
在你最终脱口而出"我要牛肉面"的前几秒钟里，你大脑深处的一群神经元早就已经帮你点好单了。你以为在思考，其实只是大脑在走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过场。你的意识根本不是导演，它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听话的演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大脑替我们做了决定，并让我们以为是自己的意志，那它还在什么地方动了手脚？答案是时间。你的大脑不仅像个独裁者，还是个技术极高的剪辑师。它会根据眼前的处境随意篡改你对时间流速的体验。比如曾遭遇致命危险的人过后会说，在那一瞬间时间变慢了，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甚至能讲清楚几秒钟的所有细节。这不是杜撰，是无数经历过生死关头的人共同的真实体验。那时间真的变慢了吗？还是说在极度恐惧下，大脑开启了超频模式，像高速摄影机一样，每秒钟能捕捉比平时多出好几倍的画面帧数？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把一批志愿者拉到了游乐园的自由落体塔上，从50米的高空毫无保护感地把他们扔下去。但在扔之前，他给志愿者手腕上戴了一个特制的屏幕，屏幕上的数字在以极快的速度疯狂闪烁，快到正常人在地面上根本看不清。伊格曼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人在恐惧时，大脑处理视觉画面的速度真的变快了，就像开了慢动作一样，那么志愿者在下落的极度恐惧中，应该能看清屏幕上闪烁的数字。结果呢，实验做完，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数字，视觉处理速度根本没有变快。但神奇的是，当伊格曼让志愿者回忆刚才落体的时间有多长时，所有人都严重高估了这段时间。他们觉得坠落的过程无比漫长。既然大脑处理现实的速度没变快，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时间被拉长了？更狠的解释来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感知的魔法，而是记忆的骗局。当人面临生死威胁时，大脑深处的那个警报器杏仁核会瞬间炸响，这时候大脑会立刻进入超高清晰度记录模式。平时安全时，大脑为了省电会自动过滤掉 99% 的废话信息，但在危险时刻，大脑开启了全量数据备份，它把你感受到的每一丝风、每一点痛、每一个念头全部死死地刻进记忆里。等危机解除，你回想这件事时，大脑会去翻看刚才的记忆硬盘，它一看，好家伙，怎么突然多出来这么密集、这么庞大的记忆数据？于是大脑用一种极其粗暴的逻辑得出了结论，既然这里塞了这么多记忆，那这段时间一定过了很久吧。所以时间根本没慢，是你的记忆被塞爆了，导致你的大脑在事后复盘时产生了时间变长的错觉。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觉得小时候的时间过得特别慢，而长大后时间就像按了快进键，一年一眨眼就没了。不是地球转快了，而是小时候世界对你来说全是未知的。你第一次骑车，第一次看海，第一次被狗追，你的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的录制状态，存下了海量的高清记忆。当你回头看童年，那是一座塞满细节的庞大图书馆。而等长大后，每天2点一线，挤地铁，吃外卖，重复同样的工作，你的大脑一看，这剧情我看过800遍了，别录了，浪费内存。于是它开启了极简压缩模式。1年下来，你的记忆库里可能只存了可怜的几张照片。当你年底回头看时，大脑一看这空空荡荡的硬盘，立刻得出结论，时间变快了，一眨眼1年就结束了。如果你以为大脑对时间做的手脚只停留在快一点还是慢一点，那就太小看它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连你回头怎么看待整段人生都能一起改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过一个更狠的理论，他告诉我们，在你的身体里其实活着2个完全不同的你，一个是体验自我，一个是记忆自我，而且这俩人可以说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卡尼曼研究了一个项目，肠镜。在上世纪90年代，做肠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卡尼曼让病人在做肠镜的过程中，每隔1分钟报告一次当前的疼痛指数。我们来看2个病人的数据。病人 A
整个检查持续了10分钟结束。病人 B 运气比较差，检查整整做了25分钟。按照正常的数学逻辑，病人 B 承受的疼痛总时长是 A 的2倍半，疼痛总量也大得多。但几个月后，卡尼曼去回访他们时，结果完全打破了常理。病人 B 觉得25分钟还行，不舒服但能忍受，而只检查了10分钟的病人 A 却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不想再做第2次。为什么？难道人类的记忆系统连最基础的加减法都不会算吗？对，它不仅不会算，它还极其不讲理。这就引出了心理学中大名鼎鼎的风中定律。原来你的那个记忆自我在回顾一段经历时，他根本不会去把每1分钟的痛苦或快乐加起来求平均值，他极其势利眼，他只看重2个瞬间，一个是这段经历中最极端的时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另一个就是结束的那个时刻。至于中间的过程，对不起，全删了。这就是为什么病人 A 觉得生不如死，因为他体验到了剧痛的结尾。而病人 B 虽然受了更多的罪，但因为结尾很平缓，大脑就硬生生给他修改了评分。换句话说，你的体验自我是每1秒钟里感受喜怒哀乐的那个老实人，但那个记忆自我接下来会要把这段经历剪辑成一部3分钟的预告片，并且用这3分钟的预告片来决定我们以后的人生。你决定要不要和一个人分手，往往不是因为计算了你们快乐和痛苦的总体时间比例，而是因为你们之间最猛烈的那次争吵，或者最后分别时的那个背影。卡尼曼称之为记忆自我的暴政。我们现在辛辛苦苦度过的几十万个瞬间，最终都会被记忆自我无情地抛弃，压缩成几个干瘪的锚点，甚至连你以为连续不断的视线和现在，都是大脑在后台偷偷打过补丁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瞬间？你突然转头看向墙上的秒表，在你的视线刚对焦到秒针上的那一刻，秒针仿佛被死死地卡住了，你心里甚至咯噔一下，这表是不是坏了？但紧接着大约半秒钟后，秒针又恢复了正常的跳动，若无其事地走了下去。这叫停表错觉，而它的真相简直比《黑客帝国》还要科幻。当你的眼球从看一个地方转动到看另一个地方时，这就叫眼跳。眼球在急速运动的过程中传给大脑的画面其实是极其模糊的。如果大脑把这种糊出马赛克的画面放给你看，你早就头晕目眩吐满地了。所以大脑做了什么？大脑直接把你在眼跳期间的视觉系统掐断了，也就是在眼球转动的那几十毫秒里，你其实是个瞎子。但是大脑觉得，如果让你体验到每秒钟都在黑屏闪烁，这也太不符合你高贵的人类身份了。它极度厌恶这种体验上的断层，于是大脑展现了它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剪辑技术。当你的视线终于停在时钟上，大脑立刻抓取了你看清时钟的第一张清晰静态画面，然后拿着这张图片在时间线上往回倒退，把刚才因为眼跳而产生的视觉黑屏给填补上了，掩盖你刚才失明的事实。大脑把现在的画面强行贴到了过去的漏洞上，这就导致你主观上觉得自己盯着秒表看了很久，秒针就像是停滞了一样。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脑篡改了现在的时间线。你的大脑就像一个一边直播一边倒带修图，还得强行把声画对齐的导播。光和声音的速度不同，本来你是先看到画面后听到声音的，但大脑为了让你觉得世界是同步的，会故意把视觉信号扣下不发，等听觉信号到了再打包一起扔给你的意识。它不在乎客观物理世界是什么样，它只在乎怎样给你营造一个连续平滑而且似乎完全由你自己掌控的幻觉世界。所以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如果感知有延迟，决定会被大脑抢跑，记忆也会扭曲，那我们活着的这个现在到底算什么？答案其实不绝望，你的人生本来就是大脑为你一个人剪出来的版本。而想找回小时候那种时间变慢的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经历更多第一次，让大脑重新开始高密度刻录。我们也许永远追不上真正的时间，但只要那些被拉长的喜悦和痛苦是真的，那我们活过的这一切就是真的。我是老马，咱们下个宇宙见。